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在编程领域堪称瑰宝的书籍《编程珠玑》（Programming Pearls）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乔恩·本特利 （John Bentley），他是一位极具才华的计算机科学家，曾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多年。本特利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本既具深度又充满趣味的编程经典。编程珠玑自问世以来，便在编程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。它不仅仅是一本讲解编程技巧的书，更是一本引导我们如何思考、如何解决问题的智慧之书。对于每一位程序员，无论是初出茅庐的新手，还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，这本书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它能改变我们看待编程问题的视角，让我们在面对复杂难题时，能够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，精准地找到那把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你将学会如何从混乱中找到秩序，从复杂中发现简洁，从而大幅提升你的编程效率和代码质量。它可能会成为你编程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，让你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和快速。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编程的世界里，我们常常面对海量的数据和错综复杂的问题，你是否曾感到过迷茫，不知道从哪里入手？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航行，却没有指南针一样。其实，很多伟大的程序员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困境。就拿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传奇人物高德纳 Donald Knuth 来说，他在编写《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》这部巨著时，也曾遇到过无数棘手的问题。但他凭借着对问题的深入剖析和独特的思维方式，一步步攻克了难关。而《编程珠玑》这本书，就如同高德纳手中的那把智慧之剑，它将教会我们如何剖析问题，寻找解决方案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本书，领略其中的精彩。第一部分，问题求解的思维模式。编程珠玑首先向我们阐述了一种独特的问题求解思维模式。这种思维模式并非是简单的遵循某种固定的步骤，而是教会我们如何从整体上把握问题，如何洞察问题的本质。在编程过程中，我们常常会陷入对细节的过度关注，而忽略了问题的核心。这本书提醒我们要像一位经验丰富的侦探，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，最终揭开问题的真相。这种思维模式背后的理论原理是系统思维和抽象思维。系统思维要求我们把问题看作一个整体，分析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，以及它们与整体目标之间的关系。抽象思维则让我们能够从具体的实例中提炼出通用的概念和模式，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。例如，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算法问题时，不能仅仅局限于代码的编写，而要思考这个算法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，以及它与其他模块的交互。同时，通过抽象出算法的核心思想，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对其进行优化和改进。在应用这种思维模式时，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。首先，要明确问题的目标和要求，这是我们思考的起点。其次，对问题进行分解，将其分解成若干个小问题，这样可以使问题变得更加易于处理。然后，对每个小问题进行分析和求解，最后将各个部分的解决方案整合起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。这种思维模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在解决问题时迷失方向，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。同时，它还能让我们在面对新的问题时，能够快速地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。例如，在开发一个大型软件系统时，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这种思维模式，就可以更好地协调各个模块的开发，确保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扩展性。书中有一段经典的话：在编程中，我们常常被细节所迷惑，而忘记了问题的本质。我们需要学会跳出细节，从更高的层次来审视问题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思维模式的重要性。4. 实际案例。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案例。假设我们要开发一个在线购物网站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商品搜索功能。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于代码的编写，可能会陷入对各种搜索算法的细节研究中，而忽略了用户的真正需求。通过运用编程珠玑中所倡导的思维模式，我们首先明确用户的需求是快速、准确地找到他们想要的商品。然后，我们将问题分解为几个部分，如关键词提取、搜索算法选择、搜索结果排序等。接着，对每个部分进行分析和求解。例如，在选择搜索算法时，我们可以考虑使用倒排索引等高效的搜索技术。最后，将各个部分的解决方案整合起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商品搜索功能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，还能提高开发效率。第二部分，算法设计与优化。算法是编程的核心，编程珠玑在算法设计与优化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。它向我们介绍了各种经典算法的同时，也教会我们如何根据具体的问题对算法进行优化。这本书就像是一位算法大师，带领我们走进算法的奇妙世界。
算法设计的理论原理包括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分析。通过分析算法在不同情况下的运行时间和所需空间，我们可以评估算法的优劣。逻辑方面，算法设计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，如循环不变式、递归等。在优化算法时，我们可以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计算、改进数据结构等方式来提高算法的效率。例如，在排序算法中，冒泡排序的时间复杂度较高，而快速排序在平均情况下具有较好的性能。通过对快速排序算法的深入分析，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优化，如在递归过程中进行伪递归优化等。在应用算法设计与优化方法时，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。首先，理解问题的需求和约束条件，这是选择合适算法的基础。其次，根据问题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算法，例如，对于大规模数据的处理，可以选择分支算法或动态规划算法。然后，对选定的算法进行分析和实现，在实现过程中，要注意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。最后，对算法进行测试和优化，确保其在各种情况下都能高效的运行。算法设计与优化的好处是能够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，节省资源。在当今这个数据驱动的时代，对于处理海量数据的应用程序来说，良好的算法设计显得尤为重要。例如，在搜索引擎中，算法设计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搜索结果的准确性和搜索速度。书中提到，一个好的算法就像一把锋利的刀，能够轻松地切割开复杂的问题。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算法在编程中的重要性。4. 实际案例，我们以一个图像处理应用程序为例。在图像处理中，常常需要对图像进行缩放操作。一种简单的算法是最近零差值算法，但这种算法的图像质量较差。为了提高图像质量，我们可以使用双线性差值算法。然而，双线性差值算法的计算量较大，对于大尺寸图像的处理效率较低。通过对算法的优化，我们可以采用查表法来减少计算量。具体来说，我们可以预先计算好双线性差值的系数，并将其存储在查找表中。这样，在处理图像时，只需从查找表中读取相应的系数即可，从而提高了算法的效率。通过这个案例，我们可以看到算法设计与优化的重要性，以及如何根据具体问题对算法进行优化。第三部分，程序调试与测试。程序调试与测试是编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编程书籍也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。它向我们介绍了各种调试技巧和测试方法，帮助我们提高程序的可靠性和稳定性。程序调试的理论原理是错误定位和错误修正。通过分析程序的错误信息、运行状态等，我们可以确定错误的位置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修正。测试的理论原理是验证程序的正确性和可靠性。逻辑方面，调试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推理过程，如分析错误原因、确定错误范围等。测试则需要设计合理的测试用例，涵盖各种可能的输入情况。例如，在调试一个程序时，我们可以采用分次法，将程序分解成若干个部分，分别进行测试，以确定错误的位置。在测试程序时，我们可以采用边界值分析法、随机测试等方法。在应用程序调试与测试方法时，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。首先，要认真阅读错误信息，这是调试的起点。其次，使用调试工具，如断点调试、单步执行等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定位错误。然后，对程序进行代码审查，检查代码中可能存在的逻辑错误和语法错误。在测试方面，我们可以采用自动化测试工具，编写测试脚本，对程序进行全面的测试。程序调试与测试的好处是可以提高程序的可靠性和稳定性，减少程序中的错误。在软件开发过程中，良好的调试与测试可以避免很多潜在的问题，提高用户的满意度。例如，在开发一个金融应用程序时，如果能够进行充分的调试与测试，就可以避免因程序错误而导致的经济损失。书中有一段关于调试的经典描述，调试就像是一场侦探游戏，我们要从各种线索中找到错误的根源。这句话生动地说明了调试的过程的特点。4. 实际案例，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。假设我们开发了一个网络应用程序，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连接超时的问题。通过使用调试工具，我们可以设置断点，跟踪程序的执行过程。在调试过程中，我们发现程序在等待服务器响应时出现了问题。通过分析网络连接代码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逻辑错误，导致程序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正确地处理网络连接。通过修正这个错误，并对程序进行测试，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连接超时的问题。这个案例说明了程序调试与测试在编程中的重要性，以及如何运用调试工具和测试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。第4部分，代码优化与重构。代码优化与重构是提升代码质量的关键步骤，编程书籍在这方面也有着深入的探讨。它向我们介绍了如何对代码进行优化，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和资源利用率。同时，它也强调了代码重构的重要性，
通过重构可以使代码更加简洁，易于维护。代码优化的理论原理是性能调优，通过分析程序的性能瓶颈，如 CPU 占用率、内存使用情况等，我们可以确定需要优化的部分。逻辑方面，代码优化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，如减少不必要的计算、改进算法和数据结构等。代码重构的理论原理是代码可维护性。逻辑方面，重构需要遵循一定的步骤，如识别代码中的坏味道、选择合适的重构方法等。例如，在优化代码时，我们可以采用循环展开、指令集并行等优化技术；在重构代码时，我们可以采用提取方法、中命名变量等重构方法。在应用代码优化与重构方法时，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：首先，对程序进行性能分析，找出性能瓶颈；其次，根据性能分析的结果，对代码进行优化，例如改进算法、减少内存使用等。在重构方面，我们可以采用逐步重构的方法，先对一小部分代码进行重构，然后进行测试，确保重构后的代码没有问题。代码优化与重构的好处是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和可维护性。在软件开发过程中，良好的代码优化与重构可以延长程序的生命周期，降低维护成本。例如，在开发一个大型软件系统时，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代码优化与重构，就可以提高系统的性能，减少资源消耗，同时使代码更加易于理解和维护。书中提到，代码就像一座花园，需要不断的进行修剪和维护，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代码优化与重构的重要性。第五部分，团队协作与沟通。在现代软件开发中，团队协作与沟通是至关重要的。编程猪鸡也认识到了这一点，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团队协作与沟通的建议。团队协作的理论原理是分工与协作。通过合理的分工，可以充分发挥每个团队成员的优势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协作则要求团队成员之间相互配合、相互支持。沟通的理论原理是信息共享。通过有效的沟通，可以确保团队成员之间信息的一致性，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问题。逻辑方面，团队协作需要遵循一定的流程，如需求分析、设计、开发、测试等。沟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，如清晰、简洁、准确等。例如，在软件开发团队中，程序员、测试人员、项目经理等不同角色之间需要密切协作。通过有效的沟通，可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。在应用团队协作与沟通方法时，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。首先，要明确团队成员的职责和分工，这是团队协作的基础。其次，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，例如定期召开项目会议、使用协作工具等。在沟通中，要注意语言的表达方式，避免使用模糊不清的语言。同时，要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，尊重团队成员的个性。在团队协作方面，可以采用敏捷开发方法，如 Scrum 等，通过迭代式开发、持续集成等方式，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。团队协作与沟通的好处是可以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。在软件开发项目中，良好的团队协作与沟通可以避免很多潜在的问题，确保项目的按时交付。例如，在一个跨地域的团队中，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团队协作与沟通，就可以克服地域限制，实现高效的合作。总之，编程猪鸡是一本充满智慧和价值的书籍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，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编程中的问题。它涵盖了问题求解、算法设计与优化、程序调试与测试、代码优化与重构以及团队协作与沟通等多个方面，涵盖了编程的各个重要环节。通过学习这本书，我们可以掌握各种实用的编程技巧和方法，提高我们的编程能力。如果你渴望在编程领域取得更大的进步，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更优秀的程序员，那么我强烈建议你阅读编程猪鸡。不要让这本书在你的书架上落灰，而是要把它放在你的手边，随时翻阅，把它当作你的编程指南，在每一个编程项目中运用其中的理念和方法。相信我，当你认真阅读并践行书中的习惯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对编程的理解和掌握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编程之路是充满挑战的，但也是充满机遇的。编程猪鸡就像是一位良师益友，在你的编程旅程中为你指引方向。不要害怕困难，不要畏惧挑战，勇敢地拿起这本书，开启你的编程智慧之旅吧。记住，成功的程序员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成长起来的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在编程的世界里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